Hello，大家好。对于在几年前购买期房的人来说啊，这可能是他们最成功的投资之一。但是现在看起来事情已经有变化了，因为他们在等待新房开发的这段时间，建筑成本快速上升，有很多开发商动起了其他脑筋。因为买的是期房，购房者呢是以几年前的价格购买的，现在呢他们纷纷被开发商要求增加购房款，也就是他们过去买的房子现在要涨价了。最近几个月，建筑成本飙升，几乎是和房价上涨一样快。2021年第一季度，11个最大城市的建筑成本上涨了 5.6%， 现在的成本比1年前上涨了 11.7%， 比2017年呢上涨了 25%。而且呢，这还只是11个城市的平均水平。要是在大多伦多地区，成本上升的就更快了。建筑成本比上一季度上涨了 7.2%，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5%， 比2017年上涨了 27.7%。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原材料短缺，低利率引发了供不应求的房产需求。但是呢，去年因为疫情和政府的大规模发钱，大家都不愿意工作，导致劳动力短缺，造成木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超过了 240%。因为成本上升，挤压了开发商的利润空间，他们呢只好继续压榨购房者。一般来说，开发商的利润率大约为 18%。正常的情况下，他们有足够的空间来对抗通货膨胀的风险。假如成本高于利润，开发商基本上会有3种选择。第一呢，是他们可以赔本出售，这个呢显然不太可能，开发商毕竟不是慈善机构。第二，取消交易或者是重新出售项目。从效率方面考虑，这个呢更适合他们作为对购房者施压的威胁手段。第三呢，就是要求购房者付更多的钱，也就是房子涨价。这个呢，对开发商来说是最佳的选项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有很多在前几年购买期房的人都被开发商通知房子涨价了。开发商告诉他们，项目开发已经不可持续，他们要么付清涨价后的房款，要么呢就是把押金退给你，你再去买其他房子。一位在2016年购买期房的买家，现在开发商要求他签一个补充协议，增加近 25% 的购房款。当时呢，他是以48.99万加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房子。开发商认为现在这套房子的价值应该是72.49万加元，房价呢可能上涨了 47.96%。于是后到的开发商就建议买卖双方平分这个收益。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把这个房子的购买价上涨到60.74万加元。这样一来呢，购房款就比买家最初签购房协议的时候高出了 23.98%。开发商给购房者的另外一种选择就是退给你8万加元的押金，他们再把房子卖给其他人。有很多华人遇到了类似的这种情况，他们意识到自己被打劫了，于是呢，很多人开始组织集体维权，但成效如何目前还不知道。其实呢，这只是加拿大房产市场乱象的一个缩影。今天呢，我在我的频道社区里发起了一个投票，主题是你认为加拿大最大的杀猪盘是什么？一共有235个人参与投票，有 4% 的人认为加拿大最大的杀猪盘是感情诈骗，有 5% 的人认为是电信诈骗，有 26% 的人呢认为是移民诈骗， 65% 的人认为是房产市场。这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低收入、高税收、高房价，这些都让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变得越来越像杀猪盘。只不过现在市场已经乏力，大家都盼着加拿大能早日大开国门，这样呢，那些会自己走动的装钱的大麻袋又会源源不断的涌入。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像不像杀猪盘？欢迎在评论区里说说你的看法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